当时有一支军队，其实大部分是中国人，啊，就是88旅，不知道同学们听没听说过啊？你知道那个杨靖宇都知道吧？哎，金日成都知道吧？杨靖宇、金日成他们原来都在东北这块打这个抗日联军打日本，后来呢，到41年到42年的时候，日本大扫荡，结果几乎就把这个抗日联军就消灭了。像杨靖宇什么都牺牲了，那么剩下那么少部分人就逃到苏联去了，哎，就是现在叫这个波利的这个地方，啊，完了逃到那儿以后呢，苏联就成立了一个国际旅，就是因为它都是基本上是中国人吧和朝鲜人，啊，国际旅也对外称第88步兵旅。金日成当时就是这个旅里边一个营长。后来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这不是马上要跟日本人打仗了吗？哎，这个周保中就这旅长啊，周保中啊，就给斯大林写了封信，就是因为他们原来都是八路军，都是共产党，但是因为抗日战争期间整个消息都中断了，他们这边被日本人打散了，电台也都没了，那边延安呢也没什么设备，后来就那个中断关系了，所以他很想通过这个进入东北的时候呢，跟中共联系起来，但是斯大林下了个指令，不允许，说你只能跟着苏军行动，啊，他为什么这样？当然，一个是苏联，他也确实需要，因为苏军他毕竟不了解中国东北各个城市怎么回事，他需要这些人呢给他当向导。保持这个跟地方的了解情况啊，处理一些问题啊。但另一方面，他也很担心这些人呢跟共产党这么密切的关系，将来苏联不好处理这些问题。那么就把他们后来就解散了88旅，把88旅这些干部全都编到苏军的部队当中去了，就把这个建制给打散了。就所以原来周保中设想的通过88旅跟八路军建立联系，占领东北这个计划呢，就没有搞成。但是后来这个斯大林发现跟这个国民党谈判谈到困难的时候，他还得利用共产党。哎，那么他跟国民党主要他想得到什么条件呢？第一，他就是希望呢，你采取一个对苏友好的政策。第二，你这个在东北的所有的企业都得让我参与经营，就是咱俩合资。那最重要的是不许第三方的资本进入东北，特别他脑子里转的就是美国人，不能让美国人的资本进入东北。那么如果这个谈判要是达成协议，苏联就认为他的目的就都达到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出现了很多麻烦，很多矛盾。第一个就是因为蒋介石呢，他就相信实力的，他不信那些这个纸面上的东西，所以他主要目的就是要把他的军队派到这个东北，只要他的这个军队在东北站住脚了，哎，那什么他都觉得都能解决。那么军队他又没飞机，又没军舰，他靠什么呢？靠美国人。好，这一下这苏联人就敏感了，说你用美国的飞机军舰来运兵什么意思？因为苏联非常担心美国的势力进入东北。那么开始呢，这个电报这个档案里都有，你看美国档案也行，看都很多了。哎，这个他们都就是比如到大连拒绝登陆，然后让他去那个秦皇岛也拒绝登陆。苏联有时候他自己不好直接拒绝，因为你没道理的嘛。人家信上也写得很清楚，我只是租用他的船而已，租用他的飞机而已啊。好，他这个时候呢，他就利用共产党，他事先跟共产党说蒋介石要在这个秦皇岛登陆，你们现在赶快站着。站在那儿，他一登陆，人咔一打枪，他上不去了，上不去回去了。说你说让我在那登陆，我们怎么登陆啊？
他说那都是土匪啊，我也管不了啊。哎，这家就扯皮。总而言之呢，他是利用共产党呢，是推迟延误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在沈阳的登陆。其目的是什么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另一边再开始谈判，跟这个张家敖、蒋经国在谈这个东北的经济合作的问题。但是怎么谈谈不下来。哎，当然中间有一段就是1945年底的时候，1945年底啊，本来呢，这个斯大林就想通过这个借用共产党这个力量阻止他来压这个蒋介石让步，哎，甚至呢，就是让共产党一会儿进入长春啦，一会儿进入沈阳啊，给国民党施加压力。但是到12月份呢，要召开这个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那么在外长会议当中呢，这个蒋介石也很聪明，他直接跟这个苏联人弄不过，他就诉诸联合国或者找美国人告状。他跟美国这么一弄呢，美国就给苏联施加压力，哎，说你这个说好的把这政权给国民党，说你这听说你老是跟共产党勾勾搭搭的。那斯大林呢也特别怕，因为我们在这会儿脑子里要转啊，斯大林一个基本的方针是要跟美国合作，所以他不想在这些问题上呢过分刺激美国人。哎，那当然我的势力范围你也不要老插入，因为美国老跟他说你这，因为东北原来说的是门户开放，门户开放的意思就是谁来都可以，那苏联人不让，他们就在这争归争，但是他也不能过分的就是刺激美国人。所以在在这个哪儿莫斯科外长会议12月份的时候，大家商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共同撤军，谁也不要管中国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去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苏联就跟这个蒋介石说啊，这次通过这个会议呢，我是真心的要把东北的行政权交给你们了，但是我现在马上就该撤军了。这个时候国民党就急了，说你是不能现在就走啊，你一走了，那我们军队到不了，那么都让共产党占了，说你再推迟撤军行不行？那苏联正高兴呢，说那没问题，推迟吧。好，那么在推迟这一段，就是因为本来他说的是3个月撤军嘛，3个月撤军就应该11、2月份撤，后来就没撤，再加上一开会，就推到第2年，再推2、3个月。那么在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双方就加紧谈判。那么在这个谈的过程当中呢，蒋介石态度越来越硬，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军队越来越靠近东北了，他已经逐渐的把华北都占了，军事以及这个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而且美国的武器都到了，这个新一军、新六军全部美式装备，哇，蒋介石神气的不得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斯大林是没有什么底牌啊，他就是赶快把那个机器搬走。那他真是把东北很多设备全部都拆了，运到苏联去了。后来联合国有个调查团说是有20亿美金，那么因为这个怎么折算啊？这个也很难说了啊。总而言之是不少。我那年我去大连采访，他们邮电局给我讲一个故事，很有意思。他说啊，就是那会儿他那会儿是在沈阳，说沈阳呢是日本人新装了一套，也不是什么，就是电话交换机那类的设备，当时还是很先进的。结果苏联人来了一看，哇，这么先进，咔咔咔全给抄走了，都运到苏联去了。后来呢，这个国民党走着新中国建立了，这个苏联要援助中国，他调到那个大连市当那个邮电局长，说苏联的设备一到，他一看，哎呦，这不是都是从沈阳拆走那日本设备，又给送回来了。很多后来苏联援华的设备都是又送回来的。因为当时日本人呐，你要这样看啊，这个日本人呢，
日本的人呢，当时对东北啊还是很上心的，啊，这个他杀人、烧人、抢东西那是另一回事啊，但是他是把东北呢当做他自己的家来经营的，哎，所以他很多好的设备都往那儿送，哎，这个苏联人就不一样，苏联人呢是得能拿的就拿走，哎，所以当时是他是以战利品的这个由头嘛，这个借口说这都是日本的，我是对日作战，所以这是我的战利品。那中国人当然就跟他争论说，我们也是对日作战啊，你不能至少咱俩得商量商量，你不能你都拿走，那这都在中国的领土上。但后来这事儿也是不了了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苏联的意思就是你先跟我谈，谈完了我就撤军，只要合同一签我就撤。蒋介石的意思，你先撤，撤走了咱们再签。这苏联人一想，撤走了还签什么呀？所以就耗在这儿了。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苏联就又打了这个共产党这张牌。所以到了3月份的时候，这个谈判陷入僵局。另外呢，就是全国整个中国出现了一个反苏的高潮。为什么呢？是因为2月份，就是46年的2月啊，突然公布了雅尔塔协定。雅尔塔协定是1年以后公布的。这个为什么公布这个雅尔塔协定？因为上次咱们讲了，这个雅尔塔协定它确定了一个主要内容，就是一个朝鲜独立，再一个就是中国的外蒙古这个维持现状，实际上就是让它独立了。然后中苏签订一个同盟条约，苏联租用旅顺港啊什么什么，就还有这个中长路中苏合作等等内容吧。这些当时呢都不知道。46年2月，美国、英国、这个苏联3方同时公布了这个协议，同时公布这个协议以后，一下引起舆论大哗。这中国人说：“哎呦，闹了半天是在2战期间，这个美国跟苏联就瓜分，就商量着出卖了中国的利益嘛，啊，所以当时从重庆啊，特别是东北啊各地掀起了一股反苏的浪潮。”再加上国民党在这里头忽悠，这里头有一个比较纳闷，就是苏联为什么同意公布雅尔塔协定？其实苏联它主要想的是这个千岛群岛的问题，因为那个协定它还有一部分是讲那个南撒哈拉群岛和千岛群岛呢归属苏联。但是呢，这个具体怎么画怎么弄，这个日本它不接受。至少到现在还有北方4岛的问题，双方还在谈嘛。所以那个时候呢，苏联就很想让这件事合法化。那他凭什么呢？就是凭雅尔塔协定。所以他同意把这个雅尔塔协定，那可能对他占领日本的千岛群岛是很有利，但是对中国他在中国的地位呢就比较尴尬了。再加上张信夫被杀，张信夫是一个工程师啊，苏联就认为这一定是国民党支持土匪干的。但是现在这个事到底谁干的？因为共产党说是国民党说是共产党杀的，共产党说是国民党杀的，到现在这事儿至少我是没调查清楚。但是其实我怎么看不重要，苏联人怎么看比较重要。马林诺夫斯基认定就是国民党买通土匪干的事儿，所以当时整个从苏联驻军和这个苏联外交部对东北问题的判断是，国民党已经不可能采取一个对华友好的态度，于是他就通知共产党说：“你们赶快这个接管啊，说我们马上就要撤了。”这边他跟国民党说啊，我们这个什么时候撤呢？我提前通知你啊，你就派部队来，
这边他跟国民党说，跟共产党说，赶快啊，3天以后我们撤离哪，5天以后撤离哪，你们把部队都准备好。双方事先设好了密码，在长春就是66666，说你只要听到6字，你就派部队进这个长春。那个时候我们就离开了。后来就果真是这样。等共产党占了长春，占了那个哈尔滨，这个齐齐哈尔，国民党才得到消息。这国民党飞机再来，都没地儿降落，就这个飞回去了。所以到3、4月份的时候呢，共产党除了沈阳，他也让共产党去占。后来毛他们商量半天，没敢去沈阳，因为沈阳那会儿这个国民党军队已经逼近了，他们算了算，这个打不过人家，也守不住，说沈阳就算了，但是长春得站住。然后四平呢，作为一靠这个屏障，守住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整个这个长春以北，那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当时呢就设计了这么一个，然后从张家口以北内蒙，这个因为大部分都是苏联军队、蒙古军队，就这一片划出来，这就成了革命根据地了。当时是这么设想的，结果没想到呢，那会儿国民党呢，这个就是军事力量和共产党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一下就调进好几个军，这个锦州也突破了，这个本溪也拿下，然后打完本溪呢就直扑四平，所以林彪呢实在守不住四平了，后来就撤了。一撤四平一撤，他们一算说长春也别守了，长春肯定守不住啊，所以长春不战，就交给国民党了，一直北撤，一直撤到松花江。那么到了松花江呢，后来就停住了，不再撤了。苏联也不能再撤了，再撤就该到国境线了。国民党呢，他也没力量再往前进了，因为他也就那么几个部队，一下一拉长战线。但同时在山西、华北，这个山东，国民党开始了大规模的这个进攻，内战就这么就打起来了。这大概就是这个国共内战的这个起源。国共内战，1947年呢是47年底是一个转折，就是国民党呢从全线进攻到这个防御，而共产党呢从防御呢转向这个进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毛泽东很想去见一见斯大林。他从47年开始几次提出来要去见斯大林。但斯大林这会儿呢，他是一个什么态度呢？他的这个目标是非常有限的，他并不想控制整个中国，甚至也不想控制华北，他只要能把东北站住脚，在这个西北和内蒙这一线，再有新疆，在苏联的边界这一个地区，他能控制住，他就满意了。所以共产党你到底跟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战争打到什么程度，对他来讲不是核心的问题。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就不要让美国人插手进来。只要美国人不插手，那么在整个中国这么一大块这个领土，你搞南北朝也好，你是这个3/4、1/4，你们怎么分？对苏联来讲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所以呢，他不希望，至少是不希望让美国人能看出来他跟共产党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因为这样会给美国人提供一个借口你支持这个共产党，那我背后支持国民党。所以对毛泽东这几次要求斯大林就是左推右挡，不希望他来。毛泽东那个信写的非常诚恳，那个斯大林叫老板，
老板。最近我考虑了很多问题，什么包括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问题，我要向您全面汇报，怎么样啊？拉了个大单子。斯大林不想见，到最后躲不过去了。我说嘛，好吧，那你来吧，让他在这个年底来一趟。所以这个毛接到这个电报以后非常高兴。买了那个新皮鞋、新大衣、帽子，都那个苏联冷不是，都买好了。刚买好，穿戴挺合适，斯大林来一电报说：“你还是别来了。”说我们这个政治局委员都下去收麦子去了，这个不在莫斯科。为什么？你听我讲啊，这个毛是不理解。所以毛当时说：“我就不信你们这个俄罗斯收麦子比我们中国革命的命运还重要吗？”但是苏联是个什么情况，知道吗？苏联啊，它是地广人稀，他种这个土都是广种播收。如果你到苏联去，你就要那一望无际的那个田野，他都随便撒种，今年种这块，啪撒完种他就不管了，这块就是这个休闲了，明年再管他再种这块。这个1928年的时候，苏联发生过一次大饥荒，不是这个谷物收购危机。为什么呢？就是老百姓他只管种不管收。啊，你看着笑话啊，他就这样。他说你不是集体农庄吗？反正我收的够我吃的，他就不管了。而且他那个路很远。那会儿也没有拖拉机，也没有那个什么蹦蹦车，他都得走着去，一出去就10几里、20公里去收个麦子。你想，他走到那儿，天都快黑了。所以这个苏联收麦子是一个特别大的事儿，年年啊，就这麦子都烂在地里头了。其实不是说，就是没有长出粮食来，是没有收到仓里头。这是个大问题，所以1928年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做了个决议，每年到收购的季节，就是10月、11月，甚至到12月，所有政治局委员一人包几个省，包几个这个地区，都下去给我督着收麦子去，得保证这麦子收回来，要不然就大雪一下，全都埋在地里头了，就烂了。当然这个也没给毛解释，毛也弄不明白啊！你们全收麦子去了啊！我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管，非常生气。那么到了48年下半年，他这个因为大局已定了，辽沈战役也打完了，毛又提出说我还要去莫斯科，第3次提出来。这个时候斯大林呢就不太好，这个拒绝了，说这样子吧，说你不用你来了，你们那儿战事那么紧张，都要靠你指挥，我派人去。这就是米高扬秘密访问西白宫。那么在这个之前呢，有那么一段事儿，所谓南北朝，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提出来的。南北朝这个话是怎么出来的呢？那是50年代的时候，毛在党内的一次讲话，就刚才我说的，说这个斯大林的不许他革命说革命都快成功了，他又要搞南北朝，划江而治，怎么样？可这个话呢，就一直在党内传，就这么多年，到底有没有这个斯大林说没说过这话，还是毛自己编的？因为找不着斯大林说这句话的证据到现在确实也没有。斯大林说你要划江而治，或者你搞个南北朝，我相信这话是毛总结出来的，因为斯大林他不知道南北朝，我想他也没学过中国古代史是吧？他就学过古代史嘛，他未必能总结出南北朝这词儿来，这肯定是毛自己说的。但是斯大林有没有这个意图呢？现在看来是有的。就苏联当时确有
让国共划江而治，而形成南北朝这么一种局面的这么一种构想。为什么？这两个这个理由，一个是我看的这个俄国档案也好，还是这个我到台湾去看那个就是国民党的那个档案。苏联大使在1948年到49年初这一段大肆活动，干嘛呀？就是促进国共和谈。那会儿他特别想趁着蒋介石下野，不是蒋介石有那个48年底宣布下野，李宗仁出来嘛，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呢，让国共达成这个和解。再有一个呢，就是最近，也不是最近了，也有个7、8年了，就是俄国档案公布的斯大林关于国共和谈的几封电报给毛泽东。1月10号，他给毛打这电报说，最近我接到国民党政府的这个一个照会，苏联政府什么呢？就是希望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出面调停国共这个军事纠纷。说就是国民政府呢特别希望苏联能够出面来调停这个调解这件事儿。斯大林呢就把这个意图呢就告诉毛泽东了，而且呢他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我认为这件事儿应该这样做。他说你给国民党发一个这个照会，说就是如果要调停的话，只能请苏联调停，其他3个国家你不接受。这样子呢，他说就我就来出面调停这个事儿。这个大概这么个意思。而且他起草了一个这个回电的这个内容。毛接到这个电报以后非常生气。当11号他就给斯大林回了一封口气特别强硬的电报，说我认为根本就不需要和谈，说现在仗已经打到这个份上，还谈什么？我再走一步，蒋介石就全垮了。说我有什么跟他谈的？不谈。说这是国民党的阴谋诡计，说希望你不要上当。口气非常硬。但是现在看这个电报往来啊，就斯大林还没有接到他这封电报的时候，斯大林就发出第一个电报以后，他大概已经感觉到这个有点不对头，所以他跟着又写了一个电报。他电报意思说呢，说我让你去和谈，也不是真的谈判，说那个但是呢你不去是不行的，你必须得去。为什么呢？他说要不然这个和谈的这个旗子就抓在别人手里头了，人家会说你看我要和平，共产党不要和平。说那个时候这个如果美国人出来说话，我们也不好说。所以他的意思呢，他就想告诉他说呢，这和谈只是一个策略。然后接到这个毛的电报以后，他当然已经猜出来毛肯定会非常生气，所以他又赶快发了封电报，又进一步解释说说既然这样吧，你可以提出那个让国民党没法接受的条件，不就行了吧？总而言之，他们就来回大概有6封电报，来回讲这个意思。我现在看这个分析呢，斯大林有这么一种心态：第一，他是希望共产党去和谈。如果你不和谈的话，不管结果如何，他怕美国人说你共产党连谈都不谈，就非要打，他怕把美国人惹急了，这恐怕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不谈，共产党就打，很可能引起这个美国出兵干这事，因为当时已经到长江边上了，就是要过不过江了。3大战役基本结束，现在就要筹备过长江了。它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担心中共军队一旦过江，美国就不会再忍让了。如果那个时候美国要出兵，
苏联就很尴尬。你说他出不出兵？他帮不帮？因为如果不帮中国，真的让美国人哗打下，再跟那个内战的时候哗一下压到松花江来，怎么办？所以他恐怕很难办。就是后来同意这个志愿军过江，斯大林还有一封电报，也是讲说你千万小心美国人干预，说你要把兵力赶快布置好啊。其实南下不是很重要，主要你要防止北边，比如青岛、天津沿海地区什么什么。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现在来看。至少在1949年年初的时候，斯大林是确实很有这个担心的，这个局面一旦出现，那苏联就很难办，所以那个时候，这个说斯大林有南北朝的这种设想，有划江而治的这种打算，并不为对。大概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样子所以，但是从中共来讲呢，当然毛泽东当时写了一首诗嘛，是吧？这么讲，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讲的就是这个痛打落水狗，这个你不能学这个项羽，项羽就是当年追这个刘邦，后来可怜他一看那么惨，算了，放你一马。让刘邦东山再起，把他给灭了。还讲了这么个历史故事，就是对这个蒋介石你绝不能手软一定要把他打死。美国的政策当时是谁也没有看透美国就一直忍着，反正你共产党拿下天津，他就从天津撤了；你拿下青岛，他就从青岛撤了；你拿下上海，他就从上海撤了。谁都想着没准到这儿他就不再忍了，他就要增兵，但是美国是一路撤。这个也让共产党就觉得看来美国是真的是不想干预中国这个事情这个事儿呢跟后来这个朝鲜战争有很大关系，就是大家都在判断美国的这种决策你打到一定的程度，他是不是就要参与？美国就一直就不参与，甚至国民党军队撤到国民党这个政府撤到广州的时候，这个美国大使还留在南京，因为那会儿美国开始在琢磨一件事儿了就是这共产党和国民党这天下到底这个落在谁的手上？然后将来美国会处于一个什么状态，跟他们处于一个什么关系，这个是需要从头考虑的问题所以当时美国外交界有一种说法叫等待尘埃落定，他就等着看你们打出个结果来，你共产党赢了我跟你共产党打交道，国民党赢了我跟国民党打交道。所以美国呢就处于这么一种心态，就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共产党要夺取政权了，斯大林呢也有个问题，他不知道这共产党到底是一帮什么人。他曾经你看我为什么写这个题目普加乔夫和铁托，普加乔夫是什么人对，普加乔夫都学俄国史嘛，就是俄国的李自成。斯大林曾经问过这个谁莫洛托夫，他说你看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人？这是莫洛托夫的一句话不过就是个普加乔夫而已，就是一个农民领袖。为什么呢？他确实有很多，因为原来的中共领导人呢，苏联都很熟悉从这个什么陈独秀什么后来李立三包括王明就一路下来，包括张闻天什么王家祥，这一路下来，他们都在苏联受过训练，都在东方大学学习过，苏联都很熟，而且他们的马列主义都是苏联人教的。但是毛泽东主政以来，他没去过莫斯科，
他不但没去过，而且跟这帮人矛盾非常深。你看那个基米托洛夫日记里头一段一段的写，一会儿毛泽东来信告王明的状，说王明这么坏，什么什么，一会儿王明来信告毛泽东的状，说他就污蔑我什么，反正他们因为那会儿基米托洛夫是总书记啊，所以他们都给他告状。那么特别是到这个皖南事变的时候呢，这毛有点急了，就是国民党呢四处打压共产党，就是他认为这国民党就是不能再跟他合作下去你要这么着就是受气受够了。结果被这个斯大林和基米托洛夫给制住。说无论如何，那基米托洛夫那个信写的也是，说你们就不能再宽容一点吗？说你周恩来在重庆一天到晚找人家就是地下就国民党内部他也有反蒋的，就是周恩来老这底下跟人家秘密接触，结果你还不注意，被人国民党发现了，你这不给人口实吗？就指责中共。毛也很不高兴，但是最后也没办法，毛后来这个回信嘛，都是检讨自己了什么怎么样。所以那一阵儿，这个42年初的时候，这个关系就很紧张。然后毛就开始，最后不是这个整个被封锁，就搞大生产，就是缩到那个边区，然后就搞了一个整风运动。整风呢，从这个思想路线上来说呢，主要就是清理原来这个莫斯科派的那一套思想，以王明为这个代表。这个结果呢，也让斯大林非常气，就是他不知道毛泽东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将来他到底是要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搞什么，还是不是跟着苏联走，他都不知道。正好这会儿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共产国际解散呢，这是个很大的事情。现在咱们因为这个讲这个国际共运的呢，他们现在也不搞这段好好的研究这段历史，苏联史的这个也都一笔带过去。其实共产国际呢它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说你从形式上看呢，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前，这全世界共产党就一家，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它都不是独立的共产党。那么共产国际解散以后，1943年5月到6月吧，6月最后宣布，到5月份这个就决定了。这以后共产党就都是各个国家自己的党了，就他再没有一个国际的统一机构来指挥它了，它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党了。比如你可以参加选举了，你原来你参加不了选举的因为你不是一个独立政党，你也没在人家国家登记，你只是在莫斯科登记过，在那儿当一个支部书记，是吧？你不是人家本国的这个一个政党吧？为什么？这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斯大林为什么要解散共产国际？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我第一次讲到，他就是要搞联合政府政策。如果你连竞选的资格都没有，你怎么搞联合政府？所以他决定这个统一的国际这个组织不再需要了，没用，不但没好处，还是个障碍，解散了。据说毛泽东接到这个电报，三呼万岁。当然这是回忆录里写的，大部分我看那个共产国际的电报来来往往大党有影响的党都完全赞同。你像意大利、法国、这个中国、南斯拉夫，就是凡实力特别强的党都说：“哎呦，这个解散的好，太好了。”就那个没几个人，没几条枪，这个没什么起子，那些小党呢，
就特别惋惜，哎呦，这个以后怎么谁管我们？反正你像拉克西说，那以后我们只能就靠苏联共产党了。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共产国际的解散，在这些大党当中呢，都是受到了这个拥护的。为什么呢？他就是要独立了。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只是一种形式，它从党的组织形式上讲呢，它改变了，不是国际统一的、世界统一的一个党、一个机构，而是各个国家独立的党。另外一个最主要的，我看从这个任务上讲，共产国际是干什么的？是搞世界革命的。他为什么成立共产国际？就是要解放全人类，他要到各个国家去闹事儿，到处煽风点火，反正把你们的政权全推翻了，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国家。这是从1919年列宁成立共产国际时候的一个基本设想。当然，他这个列宁死的是比较早，因为到23年的时候，这革命的形势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进攻波兰失败了，什么匈牙利革命也被人家灭了，然后德国水兵起义也给失败了。反正到23年，几乎所有的革命都失败了，就剩下俄罗斯这个一家了。所以列宁呢就想的是，这个看来世界革命是没指望啊，就是要收缩啊，就不要再到处进攻了。但是呢，他的这个想法呢，他作为后来批这个左派幼稚病什么什么，但是列宁这个想法呢，他当时就是他因为他中风了嘛，他就不能那个主事儿了，后来就留给这个托洛斯基跟这个斯大林俩人斗。托洛斯基这人呢，是一典型的知识分子，他完全按照马克思、列宁这个恩格斯的这种理论往下逻辑的推导。他认为呢，现在只是策略的问题，就是现在没有革命形势，我们可以偃旗息鼓，但是我们要积蓄力量，继续筹备世界革命，早晚一天世界还要这个爆发革命。这个斯大林呢，他是非常现实的，就是他看着这架势根本就不可能了，所以他就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论。什么意思呢？就原来马克思讲的呀，包括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那本书里头，他讲了这么个道理，说这个世界革命啊，必须在世界主要的国家同时爆发，不可能在一个国家爆发。所以那会儿说是这个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了，就没有国家了，孤人无祖国，是吧？那你看苏联这名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他就你不知道这国家在哪儿，在哪儿啊？全世界哪儿都行，你也不知道这国家什么民族主体构成的，全世界全包括了。就那个时候共产党的观念就是那个，斯大林把它改了，说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这个从理论上讲，从逻辑上讲，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那肯定是他是推翻马克思那个论断的。当然他没这么说，实际上，所以这个托洛斯基就是说你这是反动，你从逻辑上，你从理论上推演，他当然是反动的，但是他很现实啊。所以斯大林说服了共产国际这些，得了，从那儿开始，其实这个世界革命的这个理论，这种战略已经不存在了，时不时的拿起来，只是作为工具而已。这就是我对斯大林这个和世界革命战略的这种关系的一种这个分析。那么到了他解散共产国际的时候，那就彻底就抛弃了，以后不存在世界。那至于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以后的这种情况，因为咱们也没时间讲这个，我跟你们说一句，
就是斯大林的冷战战略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他是要搞革命。因为很多人，包括 John Geddes， 他们都认为，说他是有一段是防守的，是退缩的，但是冷战起来以后，斯大林又开始重新拿起了革命的武器。错，你哪件事可以说明他是重新拿起了革命的武器呢？不是。斯大林在冷战爆发以后所做的一切，你都可以这样归纳：他是对内进攻，对外防御，或者叫内线进攻，外线是防御。包括这个伊朗问题，这个土耳其问题，这个柏林危机，都是这样。所以这个共产国际的解散，对于我们理解整个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但是今天咱们没有时间细讲，因为你理解它，你再理解斯大林对华政策的一个实质的话，你就能够比较容易的看到它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毛对这个斯大林对毛的这种认识的不确定性，使他的很犹豫，就到底将来对共产党怎么搞？是像一般国家那样，还是把它纳入社会主义阵营？他不清楚。特别是科瓦廖夫写的那些报告。科瓦廖夫这个人呢，原来是苏联的交通部的副部长，后来林彪打这个东北的时候，他要用这个铁路，那铁路都给打烂了，后来就是让苏联帮着他修铁路，所以其实整个辽沈战役啊，都靠那个中东路、中长路，全是苏联给修的。所以你想，那林彪的四野部队怎么能一会儿是这个长春，一会儿刷上锦州，一会儿咵包围沈阳？那全是坐火车来回跑啊！你要是像原来那样，那是不行的。所以对他很满意，然后呢，就把他这个辽沈战役结束以后，就把他留在中共中央，作为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的代表。这科瓦廖夫呢，他就写了很多报告，因为科瓦廖夫本身嘛，他是一知识分子，他不是搞这个政治的。另外呢，他所受的教育都是很传统的那个布尔什维克 ABC 的教育，他就很看不明白中国共产党这点事儿。你比如说，他给这个斯大林写信，他说：“我真的很不理解中国共产党，他们为什么不去团结那个广大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一天跟农民打腰子、转腰子？他们老在这个农村，他们很熟悉农村，很熟悉土改。比如这个解放军包围了上海，包围上海，他说中国的主要的无产阶级都在上海，但是毛泽东就是不占领上海。我问他为什么，毛泽东说那里有几百万人，他们的吃饭问题谁来解决？还是留给还是留给国民党解决吧。他说我这真的很不明白啊，他说这是那么好的机会，因为当时国民党在这里完全没有防守力量，但是毛就是不占上海，因为他想得很现实，我进了上海我就得给大家发粮食，我哪发得出来呀？先让他困着吧。长春也这样，你以为呢？当时这个长春也是这么个情况，所以他很不理解。他说这个无产阶级都在那，你占了以后，你马上这个你的，他就讲是共产党的这个成分多少都是农民啊，都不是无产阶级。当然他的想法完全是那个就是比较传统的马克思那一套东西，他就不理解，这样弄得斯大林呢也很不理解。所以这次米高扬来呢，就是身负重任，他要了解到底这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从1月31号到2月大概4、5号，待了前后差不多1个星期吧，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几个人轮番谈，现在所有的谈话记录都已经
大家可以，不过就是中文的还是完全可以，反正俄文都解。大概的意思吧，就是他通过这几番的谈话，了解了这个中共的一些基本的想法。因为毛泽东呢反复的跟他谈中共历史，就是毛泽东在历史上是怎么受压迫的，后来是怎么又翻身的，还有讲这个左右倾路线对他的迫害，讲他怎么忠实马克思主义，忠实，然后你像刘少奇、周恩来他们都一再的跟这个米高扬解释，说将来中共一定要走苏联的道路，一定要搞社会主义的，什么包括一些将来的合作的问题，后来到会谈的后期也都谈到了。所以在这一点上，这个米高扬的报告呢是比较倾向于中国的。他说共产党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队伍毛泽东呢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这里边有个什么问题呢没解决呢？就是在中苏之间我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和这个莫斯科之间呢存在一个，一旦共产党要是掌握了政权，那么他是否还会承认1945年那个条约呢？这是个大问题。因为毕竟那个条约是跟原来那政府签的呀，你现在政府换人了，你认不认这事儿呢？不知道。这双方呢在这个西柏坡的时候呢就开始这个大家开始互相摸底牌。米高扬说，哎呀，说我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政府局开了个会，说只要新中国一成立，我们把旅顺港就还给你。毛泽东一听说，哎，说不用，说我们也开了个会，说这个你们继续站着吧。为什么呢？他这里很简单，他共产党他没海军他连个游艇都没有，说你把这个海港还给他干什么呀？他不能开辟个旅游港何况那会儿那个军事，说斯大林其实他明白这事儿，他知道你也收不回去，他故意这你们一解放我就给你们。毛泽东我们不要，你留着吧。就什么时候等我们有了海军了，你再像跟波兰签合同时跟签个合同再还给我。再一个比较敏感的是蒙古问题。这共产党呢它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他的那个主权意识、民族意识呢，在他没有掌握政权之前是很薄弱的，甚至是没有的。比如你这个外蒙古也好，中东路也好，中苏同盟条约也好，国人都是反对，共产党是赞成。他当然好了，中东路让苏联占了，这不挺好不成我们的根据地了吗？外蒙古、内蒙古都让他占了才好呢，都是我们的根据地吗？他是从革命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领土问题的。但是一旦他掌握政权了，就不一样了，那地儿就是我的了。什么根据地不根据地的，是吧？所以这个时候苏联就琢磨这事儿了，说这别共产党一掌了权他就反悔。毛还真有这意思。他跟米高扬怎么说呢？他说那个外蒙古独立了当时是那么个这国民党欺压这个少数民族什么什么的，说现在这个人民已经夺取政权了那么是不是这个蒙古统一的问题呢，请斯大林同志考虑。那意思嘛就是是吧，你们再还回来。他还没敢说是他说的，他说我听一个民主人士那么说。好，这斯大林也是借着你不是听民主人士说的吗？他说请转告毛泽东同志，如果说到蒙古民族统一的问题，那就不是
外蒙古统一到内蒙古去，而是内蒙古要统一到外蒙古去。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对，说你把内蒙古也交出来算了。所以这毛一听，当然他这话因为你说你是听民主人士说的嘛，所以他口气那么硬，也不伤你面子。但是毛一听这话，知道斯大林态度非常坚决，就是在蒙古问题上没有什么好谈的，所以他就马上表了个态，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克服大汉族主义，我们以后再也不谈蒙古问题了。但是其实后来还是谈了，那是后来他又去莫斯科的时候，所以这次呢，这蒙古问题就过去了。这样的双方摸了摸底牌，谁也没摸出怎么回事来。哎，这个就到这儿了。那回去以后呢，这个斯大林很高兴啊，觉得这个中共呢还是啊，毕竟还是想跟着苏联学苏联啊什么什么的。他们就商定，就中国共产党再派一个代表团到莫斯科去。这就是1949年这个6月份的刘少奇访苏。那么刘少奇访苏呢，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在过去，因为当时啊我们都不知道刘少奇什么时候去，因为他是秘密访苏，所以报纸上一直都没登过这件事儿呢。就是大家就不清楚刘少奇什么时候到的莫斯科。但是在这个期间呢，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就是毛泽东宣布一边倒。这个时间是知道，6月30号，毛泽东呢写这个《论人民民主专政》，然后说将来中国共产党拿了天下以后，要执行一项政策，就是向苏联一边倒。当时这个出来以后，全国都非常震惊啊，那就是说明你共产党就一定要跟着苏联走。这个当时来讲，对很多知识分子，他们都在给共产党出主意，就是说你拿下天下以后呢，既不要跟美国人走，也不要跟苏联人走，走第三条道路或者中间道路，你在美国和苏联之间这样游刃有余。中国是个大国嘛，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毛就宣布了一边倒这个政策。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宣布这个？因为他是6月20号这个6月30号宣布的这个，所以人们都在猜测，就是到底刘少奇什么时候去了，这样能确定这种关系。后来89年的时候，施哲回忆录发表了，施哲说，因为施哲是给刘少奇当翻译的，他说我们一行呢是7月2号出发的。那么这样历史学家一推断，那自然就是毛发表这个在先，发表一边倒在先，为什么呢？为了给刘少奇去莫斯科铺个路垫个话，是吧？以便呢能得到苏联的支持。但是现在看来，这个事是完全颠倒过来的。俄国档案解密以后呢，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是这个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有个日志，就是每天谁来拜访他都有个记录，像中国那个皇上那个起居注一样，几点几分谁进，几点几分谁出。从1924年一直到1953年，一天不少。那上记载着刘少奇等一行是6月27号晚上11点进莫斯科进克里姆林宫他的办公室，谈了1个小时出来。那么后来呢，又发现了这个谈话记录，就是6月27号那天的谈话记录。这样子人们才发现，其实事情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是什么呢？是因为刘少奇跟斯大林谈判那天谈得特别好。你看那个记录你就能看出来。斯大林第一句话，刘少奇同志，您来，你想要什么您就说话。刘少奇咔就开单子，要飞机，要大炮，要什么空军，要建海军，要钢铁，要修铁路等等，一说要什么都给。
帮你建立航校，什么训练飞行员，要飞机给飞机，要大炮给大炮，贷款问题，什么要专家都没问题，不要都给，就是新疆。因为新疆本来毛的策略他是不打算在这个50年内解决新疆问题，原来主要是把这个关内问题解决，然后呢做准备。3野呢将来打这个台湾，1野呢将来进新疆，2野呢打这个西藏，4野呢在做这个总预备队，这是当时就是49年下半年的一种态势。斯大林说：“你们赶快进新疆啊！这新疆那么大地方，又有矿产，你们怎么不去啊？”其实说我们倒是想去，我们怎么去啊？那么远。我给你汽车，我给你飞机，赶快战。后来刘少奇说这马鸿逵这个马步芳这步兵啊太厉害，像当年西路军这个失败，主要就是被骑兵打的。斯大林说：“那没问题，这个骑兵最怕飞机轰炸，我给你派2个团的飞机一炸就完。”后来果然整个这个策略全变，马上这个。刘少奇一告诉毛这个马上通知这个谁彭德怀进军新疆，然后派邓丽群从莫斯科直接去了北疆策反陶世岳，这样子一下就把新疆给。那么当这个解放军进疆的前头部队真的全是坐飞机去的，都是坐苏联的飞机，那个大部队也是坐苏联的汽车，到了这个就是哈密这个地方以后才分散各个站。所以这个一边倒这个跟斯大林这个态度，因为刘少奇谈完了，第2天凌晨3点钟就把这谈判的结果告诉毛，所以毛非常高兴，这才发表了一边倒。那么一边倒这个东西其实跟美国的没有太大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都讲说这个就是斯托雷登不是当时没走吗？没走以后，斯托雷登呢是很想借这个机会跟中共拉关系，所以呢他就一直通过这个他的秘书跟这个黄华联系。那么到6月20几号的时候，黄华就通知他说这个你可以到北平去，你到北平呢很可能周恩来或者叶剑英会接见你。所以当时呢这个斯托雷登呢非常高兴，因为他拉上这条线很不容易，能见到中共的这个高层领导人，他给国务院打了个电报，说我这次去很可能能见到周恩来或者是叶剑英。叶剑英那会儿是北平市的市长。结果他在等消息，正好就是6月30号这天，国务院回电说你不能去。为什么不能去？他主要是因为怕这个事儿走漏消息。当时呢这个美国在大选，他又怕这个对反对党抓住把柄，说他们出卖共产党，就是说在这会儿在此敏感时刻你不要有任何举动。那么从现在来看，他这个电报到这个美国使馆，中国共产党并不知道这件事儿，虽然在同一天发生的。所以毛泽东发表这个一边倒宣言不大可能是根据国务院的这个电报要报复美国，因为开始有些人有这种猜测，但现在看来不是。他主要就是因为对苏联这儿非常放心了，因为他知道斯大林一直不信任中共，一直特别不相信他本人，所以如果他稍微做出一点脚踩2只船的这种姿态的话，可能会完全失去社会主义阵营的信任所以你其实他这里边有很多事情，你都可以这个反映出来毛的这种谨慎的心态。比如说他想给美国人要贷款，当时那个谁呀，那个大右派后来给联系了一笔呢，他把这事儿事先就告诉
斯大林，说你看能不能要美国人的贷款？那么当然斯大林跟他讲说没问题，说你只要不受他的政治条件要挟就可以做。那么当然后来他就处理，但是没贷成。另外就是中国共产党那会儿定了个原则，就是如果成立以后，这个夺取政权以后呢，要建立联合政府，就是通过这个政治协商会议，让各党派都参加这个政府的管理。这个政策已经定下来了，但是毛呢给斯大林打了个电报，说我们一旦得取政权，把所有的民主党派都赶下政治舞台，我们要向苏联学习，我要搞一党制。这个斯大林给他回电说，你为什么要搞一党制呢？说你们这个民族资产阶级是有贡献的呀，你应该跟他们合作呀。我反对你这样做，你还是应该继续怎么样。毛接这个电报以后马上回电说，我们就是这么准备的。你在这里当然这里很难猜测，它当然两种可能是吧？一种可能就是中共中央已经这么定了，但是他怕斯大林不高兴，他非说个反话试探斯大林。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自己想搞一党制，但是全党都反对，他是不是想通过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呢？来贯彻，这个就很难猜测。总而言之，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一段时间，毛泽东跟跟斯大林之间的相互是很谨慎的，而且他们都不是既不了解，也不是很信任对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去了莫斯科，那就是我们下一节要讲的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和双方的利益冲突，好吧？那今天就到这儿了。因为中苏同盟条约这个事件啊，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建国以来第一次这个重大的外交活动啊，而且对中国后来发展道路影响也非常大啊，因为它是以一个条约的方式把中苏上节课我们讲到的这种同盟关系以法律的形式给固定下来了啊。但是关于这段历史呢，过去的很多说法都是不正确的。最近10年以来，因为很多这个俄国档案的解密，再加上还有很多中国档案的公布啊，所以关于中苏同盟条约这个签订的过程，它的结果究竟怎么看，现在是比较的清楚了。首先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去莫斯科干什么？这个以前啊，人们都不大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以前都没有档案。因为50年代毛讲了很多话，关于他那次去莫斯科怎么受到斯大林的冷遇，多么的痛苦，多么的不高兴啊！所以给人们造成一个印象，似乎毛泽东去那2个多月，将近3个月的时间，他是受了很大的罪，而且签订了一个大家都很不满意的条约。其实情况不是这样，在档案没有出现之前呢，有些回忆录也对人们这个理解这个问题有一些误导。比如这个使者有个回忆录，他说为什么毛泽东和斯大林开始发生了冲突呢？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对方要干什么。就斯大林他不知道毛泽东到莫斯科来干什么，因为毛泽东跟斯大林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斯大林问他说：“你这次来莫斯科要干什么？”他说：“我想找到一个又好吃又好看的东西。”说斯大林就没听懂什么叫又好吃又好看的东西，于是他们就发生了很多误会。其实现在看来呢，完全不是这样。其实斯大林完全知道毛泽东来干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我至少发现了有3封电报。毛泽东呢告诉
斯大林说：“我去莫斯科呢，主要就是要商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节课我们讲到刘少奇去的时候，他7月4号给斯大林和这个联工部中央写了一个报告。那个报告里头讲到中国对外政策的时候呢，其中有一条就讲的是这个新中国跟苏联这个同盟条约怎么处理。因为原来那个条约是国民党政府签的，你现在政府换成共产党了，那是不是还要延续那个旧的条约呢？还是推翻这个条约，重签一个条约呢？中共中央提了3条意见，第一就是废除这个旧条约，重新签一个新的；第二，不废除这个旧条约，但是发表一个声明，说以后再处理；第三呢，维持现状。斯大林就在刘少奇那个报告上批了个字，这件事儿等毛泽东来了再谈。那所以斯大林他是知道毛泽东要来要谈什么。那么等到10月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月毛泽东就筹备去莫斯科，先后发了3封电报。第一封电报就告诉他我要去，就是想跟你商谈这个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第二次，这个斯大林没有理他们，第二次他又通过这个周恩来又发了个电报，斯大林还是没有回信。第3次他换了个主意，他说呀，如果你要想签订一个新条约呢，我和周恩来我们俩一块儿去；如果你要不想签订呢，我就一个人去。斯大林还是没有答复他，那最后没办法，他只好就一个人去。毛泽东去莫斯科表面的理由呢是给斯大林祝寿，因为那一年斯大林正好70大寿，所以他带了很多的礼品，主要是那个山东的萝卜白菜，拉了一大车，当然也带了一些工艺品什么的就去说给祝寿嘛。在莫斯科整个祝寿活动期间，斯大林对毛泽东呢是非常的尊重，地位也给他摆得非常高。在所有领导人参加的活动当中，你看那个照片可以看出来，斯大林旁边就是毛泽东，其他的所有外国领导人都在后排，还有政治局委员都在前头，就是礼遇非常高。但是呢，不谈实质问题。他们俩见面的第一次会谈就是12月16号就谈崩了。毛呢先跟这个斯大林讲了一番，说这个希望斯大林同志对这个未来国际局势的走向做一个判断，就是你看这个会不会发生战争？那斯大林讲说不会，说这个5年之后10年之内，你要不打我不打，金日成不打，没有战争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毛说，因为我中国要搞建设嘛，搞经济建设。这第一轮谈话第一段就过去，第二段毛就一下就点到实质问题，说我来之前中共中央开了一个会，我们认为这个1945年这个中苏同盟条约必须废除，我们应该签订一个新的条约，因为我们是新的政府。话没说完，斯大林打住，说你来之前苏共中央也开了一个会，我们认为这个条约必须维持。为什么？他说因为整个这个就是雅尔塔体系它包含了很多条约如果你中苏条约废除了，那么涉及到日本的问题怎么办？上节课我也讲到了，他为什么同意公布那个雅尔塔体系，他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到千岛群岛的问题和南撒哈拉群岛、南撒哈拉岛的问题。这样苏联呢，他就失去了占领这些这个岛屿的合法性。所以他说，包括还有英国问题呢，等等，讲了很多。所以他说这个条约不能废除。然后俩人就开始打太极拳了说来说去，转来转去。最后
这个毛泽东想了想，最后还得说这事儿，那到底怎么办啊？你得拿个主意啊！后来他说：“那斯大林同志，您看这个要不要周恩来同志来一趟？”斯大林脑子一转，哎，又来了这主意。他说：“你让周恩来有什么事儿，我不知道，反正我找他没事儿。”这样又把毛泽东给憋回去了，所以他非常这个不高兴啊。这是16号回去以后呢，毛就给这个刘少奇打了个电报，他讲说斯大林态度非常强硬啊，看来呢这个新的条约呢是很难跟他签订啊，希望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讨论一下到底怎么办。那么过2天，刘少奇给毛回了个电报，那意思就是讲，既然这个斯大林态度这么强硬，说我们这个跟他再争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周恩来同志呢也就不要去了，你呢待几天祝寿完了你就回来算了。但毛这个人的性格呀，这个非常强硬，他是不大会认输的，所以他采取了一种办法，号病号，说啊我病了。因为原来毛去了以后，他安排了很多行程，参观地铁啊，什么集体农庄啊，什么看看这个苏联电影啊，一概这个不参加了。这样子，这个到这个22号的时候，斯大林又通知他说还有一次会谈。这一次呢，本来毛呢是寄予很大的希望，从他给斯大林的电报可以看出来，不给刘少奇的电报，他说斯大林终于同意和我谈了。他以为斯大林就要跟他谈这个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他说估计这次就会有结果了。结果24号那次会谈，斯大林一句话都没提。根本不提中苏同盟，讲一会儿朝鲜问题啊，一会儿越南啦什么，扯来扯去。所以24号回来以后，毛是非常失望。就那一次，他后来说了很多话，其实都是从24号那次以后。他说啊，他说我在莫斯科一天到晚待着没事干，就3件事：吃饭、睡觉、拉屎。这样子到了，这大概就折腾了大概有1个星期，到了12月底。12月底的时候呢，在新闻媒体上，特别是西方英国的报纸上就传开了，说这毛泽东被软禁了。他一个大国领袖到一个国家去1个多星期，没有任何这个消息，他也不出面。这个苏联人很着急，说您就出来露个面吧。不，我有病，我头疼。弄得这个斯大林也毫无办法，说你不能这样子。那么苏联他们内部也在讨论这个问题。米高扬的意见呢，就是还是应该不能让毛泽东这样下不来台。说他一个刚开国一个领袖来了，结果什么这个就是什么收获也没有，就这样回国，他是很没面子嘛。那毛为什么他要坚持这样一种做法？因为来莫斯科之前啊，其实很多人，特别是这个当时中国的一些社会名流啊，一些民主党派啊，都不让他来，说你这个不要去，说历代中国皇帝开朝的时候，都是人家来朝贡咱们，这哪是咱们出去的？这没这个道理嘛！再一说，他说这苏联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东北的问题啦，外蒙的问题啦，过去跟沙皇还有领土纠纷等等，就是从中国人的这个民族心理来讲，他不大接受俄国人，所以希望共产党不要这个去特别是毛主席不要去。那毛呢去了，他是一定要拿回一点
一样东西了，给国人看的啊。所以别人其他政治局委员可以说你啊不行就算了，你就回来，但是毛做不到，哎，他就在这不走了。这斯大林就盯不住了，说那怎么也得想个办法，你怎么也得露个面吧。好，他们就达成一个协议，最后毛泽东呢是要发表一个跟塔斯社记者的谈话，这样不就算露面了吗？那这个谈话里头就有名堂了。到今天我们没有找到这个谈话的文本，就是这个谈话这个究竟是谁起草的？因为毛泽东后来他50年代说过一句话，说这个草稿是斯大林起草的，让他照着念。但我看这个文本不像是斯大林起草的啊。你看他是这么说的，记者问毛先生说您到莫斯科干什么来了？我要讨论涉及到中苏这个两国关系利益的一切重大问题，包括这个中苏条约在内。这可是第一次公开在公开场合下说毛泽东来的目的，因为原来都不知道，认为他来嘛就是祝寿，祝寿完了大家都走了，你怎么不走啊？是吧？哎，他把这个事给透出来了。第二句话更厉害，说那您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莫斯科呀？说人家都走了，祝完寿。说那我就看这谈判的结果怎么样。言外之意，说你不签我就不走了吧。这个弄得斯大林第二天就派莫洛托夫到毛的住所说，你啊别着急，说斯大林同意签订一个新的条约。啊，这么说毛泽东当天晚上特别高兴。啊，说那就是个明天那就去那个参观，什么看电影，什么哪儿他病也好了，这个马上打电报给周恩来说你这个几月几号啊？这现在斯大林已经同意了，你筹备5天，然后坐火车坐10天，什么什么几号到，咱们开始谈。周恩来那边就开始准备行装，他就去这个东宫啊，去这个圣彼得堡啊，去玩去了。但这里啊有个问题，这中国人啊不大懂外交。你要重新开一个谈判条约，得有条款，这谈什么呀？签什么条约啊？毛是不大管这些事儿，他管大的原则，反正签个新条约行了。周恩来的事儿了，他不管了。但斯大林很有心计。1月5号，苏联就成立了一个这个条约起草委员会，啊，然后这个加班加点的工作。现在看的他们起草那个文本一大摞，大大小小有13个文件，啊，包括这个条约和一些这个涉及到长春的问题，这个长春路的问题、旅顺港的问题、大连港的问题、苏联专家的问题、贷款的问题、商贸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协定。苏联都在起草。那么这里边呢，就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了，就是中苏同盟条约到底谁起草？过去中国的史书都说是中国人起草的，说是苏联没怎么改就签了个字就算通过了。外交部那个，你看外交部写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是这样写的。文献研究室后来出的那套《毛泽东传》，大概也是这么个意思。这里呢要分清楚啊，1945年的条约跟1950年的条约有什么区别呢？就是1945年的条约啊，就是一个条约，它的一个条约里头附件是那个关于旅顺、大连、长春的协议，它是一个完整的文件。但是1950年的条约呢，我们一般讲同盟条约是夯不啷都算在里头了，但实际上真要讲条约，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政治文件。后来是关于旅顺
旅顺港、大连和长春路那个另外搞了一个协定，啊，当然其他还有很多协定，补充协定啊，什么贷款啊等等，所以它是2个文件，啊，那人们说的这个条约是中国起草的，指的就是这个正式的条约文本，但是我查看的结果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正好相反，是苏联人起草的，中国没怎么改就同意了。这个关键是看什么呢？因为我们将来你们搞历史啊，都有一个问题，你要鉴别这档案，你得看什么问题。你像这个问题，这种鉴别这种条约，你得看这文本是谁起草的。